一个晚上起来4次厕所，这不是老了之后的正常现象。很多人习惯了这件事，觉得上了年纪就这样，睡得碎一点，白天撑一撑也就过了。但你想想，一个晚上起来4、5次，每次回到床上又要重新入睡，这中间消耗的不只是睡眠时间，是你整个人的状态。长期下来，记忆力、体力、情绪全都在慢慢垮掉，只是你自己感觉不出速度有多快。如果你每天晚上睡得断断续续，刚闭上眼睛又被尿意拉起来，白天整个人提不起劲，头脑昏昏沉沉，那今天这条视频值得你看完。先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不用去医院，自己在家就能判断。晚上起来上厕所2次以上，或者夜间产生的尿量超过全天总量的1/4，大概600毫升左右，就已经达到夜尿频多的标准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小事，但它不是，这是身体在发信号，告诉你里面某个地方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今天才出的问题。我叫高以成，在三军总医院新陈代谢科工作。这26年，我照护过7000多位糖尿病与代谢症候群的患者，每次门诊被夜尿问题困扰的患者大概占了将近1半，其中很多人来的时候已经拖了好几年，有些人去看过泌尿科，做过检查，没发现明显问题，药也吃了，就是改善不了。原因往往不是方向错，而是对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没有搞清楚。今天我想把这些年在诊间里最常被问却很少被完整说清楚的事认真讲一次。先说一个患者的故事。板桥的陈伯伯68岁，退休公务员。他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眼睛里都是红丝。他说他已经3年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每天晚上起来最多5次，有时候刚回到床上躺下，尿意又来了。后来他干脆就坐在床边等感觉好一点再躺。他老伴儿也跟着睡不好，2个人都快撑不住了。他之前看过泌尿科，做了检查，前列腺没问题，也没有感染，医生开了药，吃了2个月，没什么用。他来找我的时候，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疲倦，不像是在找答案，更像是在确认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没办法了。我问了他的饮食、血糖控制状况和日常习惯，看了舌苔和脉象，大概就有了方向。后来帮他调整了食疗方向，也改了一些生活习惯。3个月后，他回来复诊，告诉我现在晚上只起来1次，有时候能睡到天亮。他老伴儿站在旁边，笑着说，这是他们3年来头一次2个人都睡好。这个故事里最关键的地方，不是他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他终于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夜尿频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肾不好，这个方向没有完全错，但也没有完全对。中医讲夜尿多根在肾，这句话有它的道理。肾的固摄功能下降，水液代谢失调，身体没办法在夜间正常储存尿液，就只能不断往外排，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机制。但问题是，肾的固摄功能为什么会下降？背后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而且很多时候是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第一个最常见的是糖尿病和高血压，这2个病在中老年人里非常普遍。很多人觉得血糖稳了，血压控好了就没事，但长期的高血糖和高血压会慢慢侵蚀肾小球，影响肾脏的过滤和排泄功能，让夜间尿量悄悄增加。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你感觉不出哪天突然变多了。等你发现夜尿明显不对劲，肾功能可能已经受损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常跟患者说的，控血糖、控血压不只是为了心脑血管，也是在保护你的肾，保护你的睡眠。第二个是心脏和肺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心衰的患者
白天因为活动，血液循环有一定程度的代偿，但一躺下来，回流到肾脏的血量增加，夜间尿量就会上去。肺部有慢性疾病的人，夜间容易呼吸不顺，一醒来神经系统被激活，膀胱随之收到信号，尿意就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泌尿科查了没问题，肾也查了没问题，夜尿还是多，因为根本就不是泌尿系统的事。第三个是情绪和压力，这一条大部分患者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但数据和临床经验都说明，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睡眠不安的状态里，体内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会出现紊乱，尿液生成增多，膀胱的敏感度也会上升。明明只有一点点尿意，身体却当成紧急信号来处理。很多夜尿频多的患者同时也有失眠和焦虑的问题，这三件事是互相带动的，拉住一个，另外两个才有机会跟着改变。所以夜尿这件事不能只看一个角度，它是身体多个系统同时发出来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原因之后，很多人的下一个问题是，那我该怎么办？如果背后有明确的疾病，当然是先治原发病，这一点没有争议。但在日常生活层面，食疗能做到的事往往比大家以为的多很多。食疗的好处在于它温和，不强行干预身体，而是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己原本的节律。用对了，它的效果是持续的，不是靠药物压住症状，而是让根本上的问题慢慢松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道食谱，专门针对夜尿频多，叫山药莲子鸡蛋羹。听起来很普通，但这三样食材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我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鸡蛋，很多人觉得鸡蛋就是日常食物，没什么特别。但在中医里，鸡蛋是补益肾精的好东西。中医认为鸡蛋性平味甘，能滋阴润燥，养血安神，补益肾精。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鸡蛋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能为肾脏提供修复和运作所需的营养基础。里面的钙、磷、铁也有助于补充肾阴，增强肾功能。中医和现代营养学在鸡蛋这件事上方向是一致的。再说山药，也就是常说的淮山。山药在中医里地位很特别，能同时照顾肺、脾、肾三个脏腑，性味极为平和，不寒不热，老人小孩都能吃，是公认的平补食材。夜尿频多，很多时候是脾肾两虚引起的，膀胱的固摄功能变弱，憋不住尿了。山药既能健脾又能补肾，帮助膀胱慢慢恢复固摄的能力，让排尿回到正常的节律。我有一位患者，新店的张太太，63岁，夜尿问题困扰了她将近4年，每晚起来3到4次，试过很多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后来我建议她每周固定吃2次山药莲子鸡蛋羹，2个月后她来复诊，说晚上最多起来1次，有时候一觉到天亮。他特别提到皮肤状态也比以前好，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不少。这不是食物的神话，是身体在得到适当补充之后，慢慢恢复了自己的状态。再来说莲子，莲子口感细腻，味道淡，是典型的药食两用食材。中医认为莲子性平味甘涩，能入脾经、肾经和心经。入心经养心安神，帮助睡眠；入脾经健脾止泻，改善消化；入肾经补肾固精，缩尿止遗。夜尿频多，小便清长，小儿遗尿，莲子都是对症的食材。有一点要注意，莲子中间的心一定要去掉，莲心性凉味苦，去掉之后口感更好，体质偏虚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一步。这3样食材组合在一起，益气健脾，补肾固精，
缩尿安神，针对的刚好是夜尿频多背后最常见的脾肾两虚。这道羹不是随便凑的，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做。材料很简单，鸡蛋2个，山药150克，莲子50克。莲子要提前浸泡3到4小时，冰糖或白糖10到15克。根据口味调整，清水600毫升，可以加少许盐提升口感。第一步，山药洗干净，去皮，切成薄片。切薄片是有原因的，山药熟得比较快，营养也更容易释放出来。切的时候手容易痒，可以戴手套，或者切完马上用清水冲一下。第二步，浸泡好的莲子取出来，仔细去掉中间的莲心。这一步很多人会偷懒省掉，但真的不能省。莲心的苦凉会影响整道羹的口感和功效，体质本来就偏虚的人更要留意。第三步，山药和莲子一起放进锅里，加600毫升清水，中大火煮约20分钟，煮到莲子变软，山药完全熟透。这一步要有耐心，莲子必须煮到软烂，功效才能发挥出来，煮一半就捞起来是不行的。第四步，另外取一个碗，打入2个鸡蛋，加少许清水和少许盐，充分搅拌均匀，搅到蛋液颜色完全一致，没有蛋白蛋黄分离的状态，这样后面加进锅里才会凝固均匀，口感才细腻。第五步，锅里的火转到最小，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倒入山药莲子锅里，同时轻轻搅拌。这一步要慢，火要小，蛋液不能倒太快，这样鸡蛋才会均匀凝固，和山药莲子融合在一起，形成嫩滑的羹状，而不是结成一块一块。第六步，蛋液融入之后，加入适量的糖，继续小火搅拌，再煮约3分钟，让糖完全融化，味道均匀。第七步，关火，盖上锅盖，焖2到3分钟。这一步很多人会跳过，但不要跳。焖过之后，整道羹的口感会变得更浓稠细腻，味道也更纯。出锅后如果喜欢，可以撒少许葱花或香菜，颜色好看，香气也足。整道山药莲子鸡蛋羹就完成了。材料在超市或传统市场都能买到，做起来不复杂，花不了多少钱，但坚持吃的人大多数在1个月左右都能感受到变化。建议每周吃2到3次，持续1个月以上才能看到比较稳定的改善。食疗不是吃1次就见效的事，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不过光靠食疗还不够，我见过很多患者，食疗做得认真，但生活习惯没有配合，效果就打了折扣。接下来的几条建议看起来简单，但真正坚持的人不多，做到的人改善速度都比只靠食疗的人快。第一件，睡前2到3小时，控制喝水量，不是叫你一滴水都不喝，口渴少喝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在这个时段大量补水。很多人下午运动完，觉得补水要趁早，结果临睡前还在喝，膀胱根本来不及处理，夜间尿次自然就多了。第二件，睡前不要碰酒、咖啡、浓茶和柠檬水，这几类东西都会直接刺激膀胱，让排尿频率上升，同时让睡眠变浅。很多人以为睡前喝点小酒可以帮助入睡，但酒精对睡眠的影响是负的，夜尿也会更多，是双重伤害。第三件，睡前做腹部顺时针按摩，每次5到10分钟，听起来简单，坚持做的人反应效果不错。顺时针按摩能促进膀胱排空，减少夜间积尿，也帮助腹部肌肉放松，更容易入睡。有患者跟我说，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不止夜尿少了，早上醒来肚子也比以前舒服。第四件，
睡前主动去一次厕所，不是等到有强烈尿意再去，而是主动去把膀胱尽量排空，再去睡觉。这样膀胱从一个比较空的状态开始撑，夜里能撑的时间自然就长了。这一步很多人觉得没必要，但养成习惯之后，夜间起床次数减少这件事往往就从这里开始。第5件，认真看一下自己睡前的情绪状态。很多夜尿频多的患者同时也有睡眠浅和容易焦虑的问题，情绪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神经系统持续保持警觉，膀胱就更敏感，更容易被一点点尿意触发。睡前做几分钟深呼吸，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让整个人安静下来。这件事对夜尿的改善是有实质帮助的，不只是心理作用。再讲一个患者的情况，跟刚才那位板桥的陈伯伯不太一样。新店的陈大爷，71岁，退休教师，糖尿病史12年。他来找我的时候，血糖控制的状况还算可以，但夜尿一直改善不了，每晚起来3到4次，白天精神很差，记忆力也开始下降，家人都很担心。他自己倒是说，去看过好几个医生，都说没什么大问题，让他多注意就好。他来找我，语气里有一点点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帮他分析了一下，问题是叠在一起的。长期高血糖已经对肾功能造成了一定影响，加上他睡前有喝浓茶的习惯，情绪也比较容易紧张，3件事叠在一起，夜尿改善不了是必然的。我建议他在配合原本控糖治疗的基础上，加入山药、莲子、鸡蛋羹，同时戒掉睡前喝浓茶，加上睡前的排尿和按摩习惯。3个月后他回来，告诉我现在晚上只起来1次，有时候能睡5-6个小时不起来。他说这是他10几年来睡得最好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像是在表达感谢，更像是在说一件他自己也有点意外的事。这不是奇迹，这是身体在得到正确照顾之后做出的回应。最后我想说一件事，夜尿频多这个问题，很多人忍了很久，觉得老了就这样，没什么好在意的。但长期睡眠碎片化对身体的影响是深的，不只是白天精神差，免疫功能、心血管状态、认知能力都会跟着受影响，而且是慢慢累积的那种。等你发现的时候，代价已经付出去了。更重要的是，夜尿背后可能藏着需要认真看待的健康信号，它不应该被当成老年生活的标配，直接忽略掉。中医有一句话，肾气足，睡眠稳，精神旺。这不是玄学，是几千年医学经验里反复出现的观察。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或者身边的家人有夜尿困扰，不妨试试山药、莲子、鸡蛋羹，配合调整生活习惯，给身体一段时间去慢慢回来，细水长流才是养生真正的样子。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帮我按个赞，也把这条视频分享给身边睡不好、夜尿多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能用对方法照顾自己。我们下期见。